在古代刑法当中呢，有株连九族一说，意思是一个人犯罪啊，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责。那什么是株连九族呢？就是诛你父族三、母族三、妻族三，当然还有一些不同说法，但总而言之，反正就你的三亲六故啊，这些七大姑八大姨啊都跑不了。那么株连九族呢，在普通百姓当中啊并不常见，是专门针对官场而设计，所以可以解读为当官的犯罪，家属要一起受罚。那很多人就觉得有点冤，说你当官一个人犯罪，你的家属成了受害者，这哪说理去？可是你可能没想到，家属这个身份呢具有两面性，他可以是受害者，也可以是加害者，因为他离官员最近，最容易对官员造成影响。好的影响还可以，那不好的影响呢，就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葬送官员的前程和性命。所以在各代的法律当中都有对官员家属进行约束的条款。你比方说唐朝的唐律疏议里边就做了规定，就是如果是官吏的家人接受了别人的财物，不管这当官的是否知情，当官的也一样构成受贿罪。他知不知情只是作为量刑轻重的一个考量。那即便历朝历代都做了这些非常严格的约束，但历史上仍然有很多官员让自己的家属给坑了。有儿子坑老子的，媳妇坑丈夫的，还有老子坑儿子的。那被坑的人当中呢，不乏一些极有名的清官，就说不是赃官，这清官被坑了。那么今天咱就来说说呢，这些被家人所坑的官员呢，都有多惨。你刚才我说的这些被家人所坑的官员当中有一些是非常有名的清官。你比方说大名鼎鼎的狄仁杰。狄仁杰我们大伙都非常熟悉，电影电视剧对他故事进行多次演绎，还给他冠以中国福尔摩斯的美名。其实作为唐朝和这个武则天、大周两朝的重臣，狄仁杰的厉害之处绝不仅仅限于断案如神，他还非常擅长政务为民请命剿匪除恶，惩治腐败，铲除贪官呢，辅助武则天建立起盛唐大业。可以说狄仁杰身上的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咱举个例子这是公元696年，东北边境的契丹呢起兵反叛武周，武则天呢派去的这个官军征讨不利，导致河北震动，魏州告急。魏州城呢就是今天河北省大名一带，这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你要入侵中原呢，先得占魏州。所以北方的军事力量挥兵南下，这个魏州是必经之地。当时狄仁杰呢正在江西呢担任彭泽县县令。武则天得知魏州告急之后立即命狄仁杰赶紧北上，赶赴魏州，担任魏州刺史，就是魏州当地的最高军事将领。狄仁杰呢是一个在应急和处变方面极为得力的大臣，武则天在这点上对他是特别信任。而魏州的前任刺史呢叫独孤思庄。契丹呢攻进河北，距离魏州还有一大段距离的时候，他就开始紧张，害怕契丹突然兵临城下，打算呢早做准备。可是用的方法不对，他觉得说城里边人多力量就大，就把周边村庄上所有百姓都给弄到城里边，强迫他们呢上城去防守去，修缮各种这个防御工事。结果弄得百姓呢顾这头顾不了那头，田里的庄稼也都荒了。这人心不稳，军心也不稳，备战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狄仁杰审时度势，他认为这个武则天这边和契丹之间呢打的不是持久仗。他判断了，他契丹挥师南下呢，他粮草供应战线呢很长，他捞点实惠可能就撤，他不会有在这会儿长期打仗的准备。所以呢魏州不可能常年处在战乱当中，人心一定得稳住。而第一要义还不是打仗，你得恢复生产呢，这个比应战重要的多。如果老百姓没吃没喝，老百姓先这起来造反了，那跟契丹兵合在一块儿，那不坏了吗？所以他到任之后第一件事扭转魏州的混乱局面。他对老百姓说契丹兵还远着呢，不用这么紧张。从今天呢开始，你们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该种地种地，该收粮收粮。万一契丹人打来了，我自有办法抵挡，不用大伙操心。老百姓一听高兴坏了，这跟吃了定心丸似的，感恩戴德，踏踏实实回家种地去了。狄仁杰说的不是安慰人空话，百姓一遣散，他就着手整顿军队，加强战备，一刻也没闲着。
所以后来契丹人呢摸清了当地虚实，也知道狄仁杰能耐之后呢，就没敢贸然打魏州的主意。所以契丹入侵呢，整个战争都结束了，这魏州这会儿也没事，战火也没烧到这。所以狄仁杰备战呢，也没有干扰到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还放宽了缴纳赋税的期限。所以呢，这魏州啊，最后和平了之后呢，哎呦，当地这粮食大丰收，老百姓对狄仁杰感恩戴德，崇敬的不得了啊。最后呢，狄仁杰呢，被武则天调离魏州的时候呢，魏州人舍不得，有的人甚至守住城门口，说狄大人你要走啊，我就死去。最后狄仁杰当然呢，是被上级重用给调走了。老百姓已成定局，一看怎么办呢？这么的吧，给狄仁杰立个生祠吧。什么叫生祠？就给活着人建庙，并且定期祭祀。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儿。所以这老百姓呢，对狄仁杰多么感恩戴德，多么推崇。你看，这从魏州人的表现上可见一斑。魏州人如此爱狄仁杰，照理说应该长久祭拜才对，可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啊，狄仁杰生祠被人给砸了，而且是被魏州老百姓啊成群结队来给砸的。什么原因呢？怨狄仁杰他儿子。这是狄仁杰的三儿子，叫狄景辉。他的大儿子狄光实和二儿子狄光远继承了狄仁杰品行，在官场当中兢兢业业干得好，唯独这小儿子狄景辉离经叛道，骄纵跋扈，给狄仁杰找了不少麻烦。就在《旧唐书》里边有这么一段描写，叫妻子景辉为魏州司功参军，颇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人杰之辞。意思是呢，狄景辉为人呢十分贪婪残暴，在担任魏州司功参军期间呢，利用手里权力大肆敛财，欺压百姓，百姓呢对他非常痛恨，所以呢就把他爹狄仁杰的生祠给毁了。其实狄景辉这个司功参军虽然官不大呀，也就正七品，但在地方上职权不小，管什么呢？什么这个祭祀啊、学校啊，这个什么饭店呢啊，这个医药啊、卜筮啊、陈设呀、丧葬啊，管得很细，大致相当于现在这公安局啊、治安大队那个位置，管一些这个特殊行业呀，或者服务行业等等等，反正权力不小。老百姓很恨他，因为他非常贪婪，但是呢也不敢跟他硬碰硬，就把气撒到他爸爸狄仁杰身上。先是呢祭拜狄仁杰生祠的人越来越少，后来生生把他的生祠给砸了。狄仁杰知道之后气坏了，为啥？建了生祠啊又给砸了，这事儿犯忌讳呀。所以当时狄仁杰立即罢免了儿子狄景辉的官，停了他的俸禄。身边不少大臣一再为狄景辉说情，说你呀给你儿子一个知错改错的机会啊。这个狄景辉也跪在父亲面前挥泪求饶，表示重新做人，但狄仁杰不为所动，表明态度说呀，好官应举荐，贪官则当罚，这是用人之道，也是兴邦之法，你如此贪婪残暴，罪不可恕。那狄仁杰虽然果断拿下了儿子狄景辉，但是他的一世声名啊受到了毁灭性打击。魏州老百姓本来以为虎父无犬子，结果来个混世魔王，所以有不少人怀疑你狄仁杰对外搞得那么好，对自己家里你这教子之道跟家风传承怎么搞的？所以狄仁杰这一辈子可以说在儿子这问题上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污点。跟狄仁杰有相似境遇的还有一个人，狄仁杰是生祠被毁，这个人则是死后配享的太庙给没收了。这人谁呢？唐初的政治家宰相，凌烟阁24功臣之一的房玄龄。咱翻看历史课本都说李世民身边能臣房谋杜断，房玄龄呢很有谋略，杜如晦能断大事。这房玄龄的历史成就啊，比狄仁杰更为突出。他当年投靠秦王李世民之后呢，给李世民出谋划策，是李世民得力的谋士之一。当年又参与玄武门之变，跟杜如晦等5个人呢并攻第一。李世民继位之后呢，房玄龄任中书令，负责总理朝政，封梁国公。到了贞观22年呢，这是公元648年，房玄龄病逝，追赠太尉，谥号文昭，然后就配享太宗庙庭，就是他自己享受太庙祭祀的待遇，这可以说是国家对一个官员死后最高的一个奖赏。
那么如此傲人的生平呢，可以说房玄龄生前死后都非常光彩。可是他人生最大败笔的偏偏是生了一个倒霉的儿子，这是他二儿子房遗爱。房遗爱这个人呢，为人懦弱没骨气，因为父亲的缘故呢，他娶了唐太宗李世民的爱女高阳公主。但高阳公主恃宠而骄，根本不把这老公房遗爱放在眼里。房遗爱也知道自个儿没本事，所以对高阳公主唯命是从，哪怕是高阳公主给他戴绿帽子，他都乐呵戴着。当然唐代那时候啊也挺开放，好像这老婆要跟人家有点什么事儿啊，这不像后来宋明理学盛行之后啊，男的当了王八之后那气得不行了，不是那个样子。但是即使这样，你老婆跟人家胡搞，你毕竟这脸上无光。但房遗爱是当王八有酒喝，当王八有钱花，他不在乎。高阳公主婚后呢，偶然认识了一个和尚叫卞基，两个人一来二去勾搭成奸了。这房遗爱呢心知肚明，也不戳穿，还经常帮着给把风什么的，也是你背别人，别让别人知道，我给你看着。你说还要脸不要脸了？等私通这事败露之后，唐太宗觉得颜面尽失，盛怒之下腰斩了卞基和尚。而高阳公主呢，根本不知道悔改。等唐太宗死了之后呢，变本加厉，直接招一群男宠天天在府上饮酒作乐。房遗爱这个软骨头不仅不发怒，反而谄媚附和，跟着一块喝酒。你说这老爷们心也够大的。房玄龄生前呢被封梁国公，他死之后呢，这个爵位由他长子房遗直继承，就房遗爱他大哥。高阳公主不甘心呢，就诬告房遗直调戏他，想把老大干掉，把爵位抢来给自个儿老公房遗爱。意思你当王八这些年了，别总戴绿帽子，我给你戴一顶这个梁国公的帽子怎么样？房遗爱明知道哥哥房遗直是被诬陷的，无动于衷，也不吱声。幸好当时的皇帝高阳公主的哥哥唐高宗李治啊，还算是有见识，派老臣长孙无忌亲自审理，还了房遗直的清白。高阳公主还不死心，还企图发动政变，因为高阳公主不喜欢他这个当皇帝的哥哥于是就跟这个房遗爱一起呢，联络和高宗不和的一些党羽，打算呢废掉高宗，拥立这个荆王李元景为帝。没想到这事情败露了，高阳公主跟房遗爱双双被处死。房玄龄一家因为这个受到牵连，因为房遗爱谋反嘛，所以他哥哥房遗直呢，虽然因为父亲的功劳被免除死刑，被贬成了普通老百姓，而房玄龄呢被取消了配享的太庙待遇，可以说死后都没得安生。所以房玄龄一生建立的丰功伟业，就这样被他那个来自皇宫的儿媳和软弱无能的儿子给毁了。这就儿子把爹给坑了。上面我讲这俩故事呢，都是这个儿子坑老子，虽然对老子的名声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呢，但毕竟没有危及生命。接下来我要讲的事儿是妻子坑丈夫的。这件事直接导致了丈夫的死亡。什么时候事呢？这是康熙雍正两朝时候的事儿。有个清官叫于宏图，这是清史稿里边记得非常清楚的事儿。于宏图是康熙年间的进士，等到了雍正年间之后呢，于宏图得到了重用，来巴结奉承他的人络绎不绝。但是于宏图绝不是个爱才之人，再加上雍正一朝对官员约束的比较严，反贪措施还得力，所以当时于宏图很有些清官名气。那求他办事的人呢，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呢？你不爱钱，你家里人可不见得。这于宏图呢有一妻一妾，他这小妾林氏很得于宏图宠爱，貌美如花，但是呢爱慕虚荣，喜欢钱财。这一年呢，于宏图被雍正派往四川当布政使。这个消息很快呢被一个叫尚德祥的小官知道了。这人跟于宏图是旧相识，于宏图高升之前呢，两个人还是同事。这尚德祥有个姐夫在四川当官，听说于宏图高升到四川当布政使，就想让尚德祥出面呢，和于宏图拉了关系，自个儿好高升。于宏图知道这个自己上任之后呢，有可能有人会来溜须拍马呀，干嘛的，所以他有意呢闭门谢客。这时候尚德祥想个办法，我找不着你，你也不听我的，那我就直接找你的妻妾。所以趁着于宏图去江南出差呢，尚德祥登门之前呢，让他姐夫花钱买了一套3进3出的4合院。这种房子对于于宏图这个级别官员来说那可是够奢侈。房子买好之后呢，尚德祥就到于宏图家里去了，
这会儿于宏图出差呢，把于宏图的老婆呀、小妾呀、那林氏一并都接过去，人家到这边住吧。他小妾林氏一看有这个好事，咱家一天穷嗖的，你看人这宅子豪宅，满心欢喜就搬过去了。几天之后呢，于宏图回家一看呢，旧宅没人，只有上德祥坐在门口呢。于宏图一猜，这上德祥肯定有事没好事，就问他：“你干嘛来了？”上德祥把来意说明了，临了还特意说：“大人呐，不是小的说你，您住这房子多不体面，你自个儿遭罪也就罢了，委屈了嫂夫人呢。尤其我们那如花似玉的林氏夫人，你看正好我姐夫有钱，买了一处宅子，我替您做决定，把嫂夫人呢，把林氏夫人呢都接过去住了。”于宏图一听这话惊呆了，他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这不是逼着我当赃官吗？不，我得赶过去，让他马上搬出来。”上德祥说：“大人您别生气，我也不是白送给你的。你看你家堂上挂那几幅字，都让我拿走了，用这字画换的房子，对不对？你看你也不是头一个，有的是家里有值钱字画，您不也是吗？再说我那姐夫也是朝廷命官，他也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也不是要借您势力为非作歹，你这帮点小忙，你何苦清高至此呢？”于宏图态度很坚决：“不行，就随着上德祥呢来到新宅子，命令自己妻妾给我搬过去。没想到呢，这大老婆小老婆坚决不同意，尤其是小老婆林氏，哎呦，哭得梨花带雨，悲悲切切的，不行，在这儿住惯了，不能走。于宏图虽然深知此事干系重大，但面对两个娇蛮的女人，一点办法没有，只能哀声道：“哎呀，你们这样，早晚得害死我。”这事儿啊，他只能就认了。房子的事儿呢，算是小妾林氏给于宏图挖的第一个坑，虽然有损他的清明呢，但却不至于要命。可事情到这儿没结束，因为这林氏本来是贪婪之人，他要的绝不仅仅是一所房子，他要更多的钱。所以雍正10年，于宏图呢被皇上钦点为河南学政。什么学政？就主管一省的教育科举的官员，这个权力是很大的。这一省考秀才呀，包括后来是考举人什么的，这学政都可以管。学政的任期为3年，照例呢要巡回各府举行院试，就考秀才，确定秀才人选。于宏图就知道科考并非儿戏，所以他遇事特别小心，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呢，每到一府，于宏图都下令紧锁试院，将手下仆人呢分为内外2班，严令个人做个人的事，不许篡岗，也不许擅自出入试院，意在呢杜绝作弊的可能。就你别我出入我府里的仆人呢，知道我这考题是啥，你给我传出去，你卖钱去干嘛？这不得了。但是让于宏图始料不及的时候呢，也就是说防不胜防，他没防住自己女人。于宏图这个小妾林氏是个极爱钱财的女人，于宏图做河南学政对林氏来说绝好的捞油水机会。恰巧于宏图的贴身仆人当中也有个不老实的，于是主仆勾结，来个里应外合。怎么弄的呢？每天早晨这林氏都会帮于宏图更衣伺候老公吗？这是个习惯，也是个机会。院试举行前夕呢，小妾林氏照例为于宏图更衣，但是呢弄得特别仔细今儿换个毛衣明儿换个内衣什么的，伺候很周到，还特别温柔。这于宏图呢也沉醉于林氏的温柔乡，却不想呢这是林氏的诡计。怎么的呢？这林氏这不跟于宏图住在一块儿吗？知道这于宏图身边一写什么的，就知道考题是什么了。他把这考题这个试卷抄下来，然后呢贴在于宏图官服后背里面，就说白了贴着背心或者贴着毛衣，他给贴到那儿。这个官服里3层外3层，他伺候于宏图穿衣服，于宏图也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的。等到于宏图身穿官服，这官服里边贴着那么张纸儿。来到这学政衙门之后呢，那你看他身边的仆人就得伺候，老爷把官服脱了吧，顺手把他后背的试卷轻轻揭下来，然后再把这试卷传到外头应考之人卖钱去。所以你看这招毒不毒？于宏图一直被蒙在鼓里。如此情况之下呢，林氏就放开手脚大敛钱财，一来二去这汇金就好几万两了。这个小妾与仆人的勾当呢，于宏图没有察觉，但是别人不少人都知道了。于是不久之后呢，于宏图收受贿赂传言不胫而走。河南巡抚王世俊知道这事儿呢，就是上奏雍正，弹劾于宏图，告他纳贿营私。
雍正看了奏折之后大发雷霆，因为当年呢，那对科举是特别重视的，因为你给国家选拔人才，你要这么弄，选拔世上庸才那还了得吗？所以呢，马上命令下边人给我严查，坚决不徇私情。于洪图很快就被削职问罪了。审讯之初呢，于洪图拒不承认，说我根本没有纳贿行为。但是他小妾林氏跟仆人呢，已经吓得屁滚尿流，老老实实交代，作弊的考生也都一一招认了。这下于洪图你没办法，为什么？考题是从你于府流出来的，你有口难辩。再说，即使你没参与，小妾跟仆人作弊已是事实，银子还在你自个儿家箱子里放着呢，人赃俱在，你这责任也跑不了啊。所以这种事是大罪。雍正12年3月12日，雍正批准对于洪图斩立决。这斩立决可不是砍头啊，是骇人听闻的腰斩，就把犯人呢从腰处展开1分为2。刽子手要执行腰斩，犯人想要快死，必须得加钱给钱。由于于洪图家里乱作一团，没人搭理这个事儿，给不出钱来了，所以刽子手给他来个慢死。据说于洪图在刑场上啊，被腰斩2截之后痛苦万分，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凭着最后一口气在地上连续写了7个惨字，才痛苦死去。你闭着眼琢磨琢磨，其状惨不忍睹。监长官向雍正报告这惨状之后呢，雍正也有恻隐之心，下令封刀，从此之后腰斩之刑废除。所以腰斩这极刑呢，从春秋战国那时候开始，大伙记着那个秦国当时的宰相李斯就被腰斩的。从春秋战国开始到清朝雍正年间废止，历时了2000多年，于洪图也成了最后一个被处腰斩极刑的人。你看咱们上面讲这些史实啊，这里边的官员家属没能接受良好家风的洗礼，反而亲手挖个大坑，把身边人给埋了。而官员本身呢，也没能很好的监管家里人行为，最终导致祸及自身。中国古代啊，就对这个读书人出身的官员呢，有4种境界要求，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所以把修身齐家放在治国平天下之前，就是体现家庭对官员的重要性。官员在保证自身修养同时呢，首要任务就是管理好自己家庭，让家庭成员以己为标准，不做贪赃枉法之事，这样官员才有资格谈接下来的治国平天下。否则你只能不断的为后院起火而买单，弄不好呢，你还是出了些硬伤，伤及自身。所以我讲的虽然呢，老梁同时讲的是历史，却对现在的官场同样有警示意义。你琢磨琢磨，那些落马的贪官是有相当一部分毁到家里人手里，所以整顿好家风家纪啊，才能保证啊，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清官。颜值决定做官。咱们现在网络上流行有句话叫颜值即正义，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长得好看呢，那干啥都是对的。这前几年还有这么个新闻，说有一只台湾猕猴啊，跑到台湾的小超市里偷零食，后来在消防员跟当地居民的协力合作下呢，把这小猕猴给抓住了，装笼子里了。没想到这个照片传到网上，网友不干了，说这猕猴长得太帅了，就是猕猴界的金城武，你赶紧得给放了。网友呢捐零食给他吃。你说这个世界现在啊，连猴子都得看脸。所以有人感慨说呀，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现代人太肤浅，太注重外表，太不注重内涵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真相，古人呢也没比咱们现代人好多少，他们一样是看脸拼颜值。有的朋友看过《三国演义》，说里边啊有那么一个很有名的事儿，就跟诸葛亮齐名的庞统，一个伏龙，一个凤雏。这庞统投靠刘备呀，因为他长得尖嘴猴腮，其貌不扬，刘备也没怎么待见他，给他封了一个小小的县令。后来才知道这凤雏有多大能耐，才委以重任。当然，《三国演义》呢是作家编的，史书上呢没有记载啊庞统长得丑，《三国志》里头你从头翻到尾也没有说庞统长得丑的。但是这个事儿呢，人家罗贯中写的时候啊，也是笔笔有出处，笔笔有来历，它反映了中国古人呢对颜值的这种要求，在做官这方面尤其重要。那咱们今天就说说正史里边记载的关于古人拼颜值的一些事。和现代人一样，古人呢很重视长相，如果一个人长得不好看，也会处处封闭。尤其是呢，一个人长什么样和他的仕途是不是顺利，这个关系非常大。在古时候很多朝代选拔官吏都有容貌这一关，当然没有专门写到法律里边，但是它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包括科举考试，
到最后电视皇上看的时候，如果你要长得很难看，皇上看着不舒服，不可能给你钦点为状元。最终点为状元的，那肯定是文采得绝对达到，但是颜值呢也得到一定高度。如果长得歪瓜裂枣，一般来说不会有这样的状元。那么这是科举考试，就是包括平常选拔做官也是一样的。你比方说汉武帝时期宰相叫公孙弘，他就是一个靠颜值当上宰相的。这个公孙弘呢是淄川国人，就是现在山东省寿光附近。小的时候他家特别穷，靠给人家放猪为生，然后一边放猪啊一边苦读春秋这样的经典。到后来呢，一本春秋背得滚瓜烂熟。有人说那他肯定很有才吧？不是，这个人的才华呀还真不高。你看他这个后来啊，班固写《汉书》的时候，还记载了有关这个公孙弘的一些文章。咱们现在你要查《汉书》里头呢，公孙弘写的策文呢，你从头到尾呢你都能看到。其实不需要你多高的文字水平，你也能看出这公孙弘这策文写的不咋地，全都是老调常谈，什么阴阳合呀、四时应啊，反正这些套话，没什么干货。那么建元元年，就公元前140年的时候，汉武帝刚刚继位，想撸胳膊挽袖子干一番事业，就下了圣旨，让各地啊选拔贤良文学之士进朝。当时呢，60岁的公孙弘，就那时候公孙弘已经60岁了，被淄川国给举荐出来了，以贤良的身份入京。后来呢，奉命出使匈奴，回来之后呢，他得写报告啊，给汉武帝写奏书。这个奏书呢，汉武帝一看呢，眉毛都皱起来，这写的什么玩意儿？非常生气。结果有人把这消息告诉公孙弘，本来公孙弘呢应该是面见汉武帝，没敢去，吓得自个儿称病辞官回家了，怕汉武帝一看这奏书写的不好再杀他。那说他这下回去了，他怎么当上宰相的呢？又过了10年，公孙弘这时候已经70了。汉武帝呢又开始下诏，各地选拔文学儒士。这淄川国又犯愁了，为啥？这淄川国上下呀，这文盲太多了，识字的人也不多，选来选去呢，就一个公孙弘勉强还能拿得出手。公孙弘赶紧推辞说：“我是10年前皇上都生我气了，我再去不送命吗？”他说：“我当时因为出使匈奴，又没什么才干，回来写奏书，皇上没看上，我差点死。”结果淄川国的人说：“哎呀，行，也就你了，别人我们实在是举荐不出来，真举荐不出来，我们也得死。”就这么的，公孙弘啊，又被大伙强行的给推上去了。那么这回呢，汉武帝啊，接见了各地举荐的这些个儒学之士。他突然看到公孙弘了，不得了了，怎么着呢？这个《汉书》上面写呀，说公孙弘状貌甚丽，就人长得特别漂亮。有人说他再漂亮，这时候70了，还能漂亮到哪儿去啊？哎呀，您可别看这，有的人年岁大了，反而气质风度更好。你看咱们说那个像肖恩康纳利啊，像这些个明星啊，那都扮演过007的，越老越精神。所以这就是颜值的魅力。这时候汉武帝一看她长得漂亮，心中大喜，大大夸奖了她。然后呢，就给他点呢，就来这些人里头你排第一。到后来呢，重点提拔他，一来二去，他还真当上丞相了。你看看，就公孙弘历史上靠颜值当上丞相的，还真是这样的情况，在汉代不是少见的。真有不少官就是汉武帝一看他长得漂亮，皇上看着长得漂亮，就给他提拔到身边了。那么说长得帅的好做官，如果你做了官不小心被毁容了，那还有可能丢官。我再给你讲一个汉代的故事啊。当时就有一种报私仇的方法，说杀人不是偿命吗？我不杀人，我买通刺客给仇人毁容，我让你罢官免职。汉代呢有一个人叫薛宣，他当时官当得很大，当到了丞相，封过列侯。他有个弟弟叫薛修，只是个芝麻小官，在临淄呢当县令。这时候出了一个事儿，就是这个薛宣薛修啊两兄弟的后妈去世了。那么后妈去世，要不要守孝3年？这个问题上两兄弟产生分歧了。薛宣就觉得说，你看着这也不是咱亲吧，跟咱也没什么血缘关系，你要因为他守孝3年，咱哥俩不把仕途断送了吗？意思意思得了。薛修觉得说那不行，他后妈也是妈，我必须得遵守儒家规范，我要辞官给我的后妈服丧3年，你也得辞官。两人为这事闹得特别不愉快。你觉得我太装，我觉得你太不孝，谁也不服谁。这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个人叫申贤，是薛家两兄弟的老乡，跟这个弟弟薛修是好朋友，当时也当官，不大官，他就帮自个儿朋友助阵，到处宣扬啊，说是我这哥们儿薛修，他哥哥薛轩不孝顺，这种人不配做官。本来薛轩呢挺生气，但也没当回事，说你这一个小官，你能说我怎么的？可是后来呢，外边有传言了，说这申贤呢被皇上看上了，要升职，可能要当上司隶校尉。这官可不得了，权力很大，有资格弹劾任何他看不顺眼的官。薛轩想，这个申贤要是当上了司隶校尉啊，那肯定得看我不顺眼，说我不配这个当官。这么一弄的话呀，我这官就保不了了。我怎么想办法呢？别让他当这司隶校尉呢？哎，这时候他儿子想个招，说老爸你别担心，我有办法让他上不了台。他儿子想的啥招呢？比较损，买通了一个刺客，这个刺客叫杨明。这个刺客强项就是我还不把人弄死，我专门给人毁容。他就找个机会在宫门外把申贤给堵住了，比较用娴熟的手法啊，把申贤的鼻子嘴唇给割坏了，就给毁容了。这么让申贤马上到手的司隶校尉就这么丢了，连原来的小官都没保住，躲在家里闭门不出，从此就告别仕途了。你看看这古时候这长相多重要，被毁了容啊，连官都做不了。如果你要太丑了，说皇上看你不舒服，有可能判你个惊扰圣驾，有可能被判死刑，都有生命危险。而且呢，长得丑，就是不小心成了漏网之鱼，当上官了，也容易被别人攻击。三国志里就记载说，三国时候啊，魏国有个人叫杜预，不光人长得丑，还有点畸形，说脖子上长个瘤，就我们现在常见那种大粗脖那病。其实这个病呢是甲状腺分泌失调造成的。咱们现在说盐里边加碘，这个病就缺碘，你得吃加碘的盐才有可能治好。但是这个杜预呢，人畸形啊，却是大才子一个，注释过《左传》，行政和军事能力超强，当时号称杜武库，有水平。那么在当时各个霸主都求贤若渴的乱世当中啊，长得丑还没耽误他做官，他成了名震一时、受朝廷重用的大将军。在魏国呀，可以说这个仕途很顺。但即使这样呢，仍然阻止不了别人用丑来攻击他。后来魏国起兵伐吴啊，他是统帅，进攻这吴国的重镇江陵。这江陵当地的老百姓啊，知道杜预长得丑，脖子上有瘤，就在狗脖子上面拴个葫芦来嘲笑杜预。而且凡是那个长了瘤的大树啊，都把那树瘤砍出一块白瓤来，在上面写上杜预镜3个字，就意思杜预的脖子。把这杜预看了气的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好像没得场病。后来呢，在这股怒气支撑下呢，把江陵攻破了。他下令把城内所有嘲笑过他的人都抓起来砍了头。你看这都气疯了。就这时候杜预也顾不得自己那个文武双全的书生劲儿。所以咱们看呢，自古以来呀，这个社会对丑人就不公平。虽然很残酷呢，但这是个现实。咱们现代人呢，很多人也因为自己的容貌不佳去整容。其实我们看这股风气啊，自古以来就有，只不过古时候没有整容那么先进的技术。当然了，我们是不提倡说长得丑的人呢就自卑呀，就怎么样。其实你完全可以学一学另一辈古人，就晚唐的词人温庭筠。这温庭筠外号叫温钟馗，就说跟那左鬼那钟馗长得差不多，你就可想而知他有多丑。但是他呢，留下了很多风流韵事，有很多才女为他寻死觅活的。那么温庭筠的人生就生动的诠释了人丑怎么办呢？人丑就要多读书，长相不够用才华来补，这才是人间正道。